歌剧魅影。加斯东勒鲁。第15章。安全别针的奇异举动。舞台上乱成一团，前所未见。演员、舞台机械师、芭蕾舞女演员、龙套演员、群众演员、合唱队员、长期订户，所有人都在询问、叫喊、推搡。他在哪里？他被人弄丢了。是沙尼子爵绑架了他？不是伯爵啊，还有卡洛塔。是卡洛塔干的？不是幽灵。有些人笑了，尤其是在仔细检查了活板门和地板，排除了任何意外的可能性之后。在这群激动的人群中，有3个人压低声音，带着绝望的表情交谈着。他们是声乐老师加布里埃尔、管理员梅西耶以及秘书雷米。他们退到连接舞台和舞蹈演员休息大厅的通道拐角处，在那里，在一堆巨大的道具后面，他们议论着。我打过电话了，没人接。他们可能不在办公室，反正也不知道，因为他们把钥匙拿走了。秘书雷米这样说着，毫无疑问，他指的是2位经理先生。他们在最后一个幕间休息时曾下令，无论如何都不要打扰他们，他们谁也不见。可是，歌手在舞台上被绑架，这可不是天天都有的事。加布里埃尔惊呼道。您对他们喊过这话吗？梅西耶问道。我马上回来，雷米说完就跑开了。这时，舞台监督出现了。怎么样，梅西耶先生，您来吗？你们2个在这里做什么？我们需要您，管理员先生。在专员来之前，我什么也不想做，什么也不想知道。梅西耶宣称，我已经派人去找米弗洛伊了，等他来了，我们再看。而我告诉您，必须马上去配电室查看。在专员来之前不行。我已经去过配电室了。啊，那您看到了什么？哦，我什么也没看见。您明白吗？什么人也没有。那您想让我在那里做什么？这很明显，舞台监督回答道，他疯狂地用手抓着一绺不听话的头发。很明显，但如果配电室里有人，也许就能解释舞台上的灯光为什么会突然熄灭，而且莫克莱尔也不在，您明白吗？莫克莱尔是灯光总管，也就是负责歌剧院舞台日夜灯光的人。莫克莱尔不见了，梅西耶激动地重复道。那他的助手呢？莫克莱尔和他的助手都不在。我告诉你们，灯光控制室里1个人都没有。你们可以想象，舞台监督咆哮道。达埃总不会自己绑架自己吧？这件事是计划好的，必须查清楚。还有那些不露面的经理们，我已经禁止调暗灯光，并且在配电室的壁龛前安排了1个消防员。我做得对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您做得对。现在我们等专员来。舞台监督耸耸肩走开了，怒气冲冲地咒骂着那些在他看来是傻瓜的人。他们竟然在整个剧院都乱成一锅粥的时候，还安安静静地缩在一个角落里。要说安静，加布里埃尔和梅西耶其实一点也不安静。他们接到了一个让他们手足无措的命令，无论如何都不能打扰经理们。雷米违反了命令，却什么也没发生。恰在此时，他从他的新探险中回来了。他带着一副颇为窘迫的表情。怎么样，你和他们说了吗？梅西耶问道。蒙沙曼最后还是给我开了门，雷米回答。他的眼睛都快从眼眶里掉出来了。我以为他要打我，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你们知道他对我吼了些什么吗？您有安全别针吗？
没有。那就别烦我。我试图向他解释剧院里发生了奇怪的事情，他却回答我：安全别针，快给我一个安全别针。一个听差听到了他的话，他喊得像个聋子一样，拿来一个安全别针，立刻递给了他。蒙沙曼当着我的面关上了门。就是这样。那您没能告诉他克里斯蒂那达埃的事？我倒想看看，您处在我的位置上会怎么样。他气得口吐白沫，他只想着他的安全别针。我想，如果当时没立刻给他送来，他准会发作的。说真的，这一切都不正常，我们的经理们都快疯了。秘书雷米先生很不高兴，他明确地表达了出来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我可不习惯被人这样对待。突然，加布里埃尔喊道：这又是歌剧院 F 的把戏。雷米讥讽地笑了，梅西也叹了口气，似乎准备透露什么秘密，但是看到加布里埃尔示意他闭嘴，他便什么也没说。然而，梅西耶感到自己的责任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重，而经理们却迟迟没有出现，他再也忍不住了。好吧，我亲自去找他们，他决定道。加布里埃尔突然变得非常阴沉和严肃，他阻止了他。想想你在做什么，梅西耶。如果他们待在办公室里，也许是因为有必要。歌剧院的 F 可不止一招。但梅西耶摇了摇头。没关系，我去。如果他们听我的，早就把一切都告诉警察了。然后他走了。一切是什么？雷米立刻问道。有什么事本该告诉警察？你为什么沉默？加布里埃尔，你也知道这件事。好吧，如果你不想让我到处说你们都疯了，你最好告诉我。是的，疯了，彻底疯了。加布里埃尔用呆滞的眼神看着他，假装完全不明白秘书先生为何突然发火。什么事？他喃喃道。我不知道您指的是什么。雷米被激怒了。今晚，理查德和蒙沙曼就在这里，在幕间休息的时候，看起来像两个疯子。我没注意，加布里埃尔咕哝道，显得很不自在。您是唯一一个没注意到的。您以为我没看见他们吗？还有中央信贷银行的董事帕拉比斯先生，他也没注意到任何事情吗？您以为博尔德里大使的眼睛长在口袋里吗？可是，声乐老师先生，所有的长期订户都在指着我们的经理们看。我们的经理们在做什么？加布里埃尔用天真的语气问道。他们在做什么？您比任何人都清楚他们在做什么。您当时就在那里，您和梅西耶都在看着他们，而且你们是唯一没有笑的人。我不明白。加布里埃尔非常冷淡，心不在焉。他伸开双臂，然后放下。这个姿势显然意味着他对这个问题不予理睬。雷米继续说道：这个新怪癖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们现在不希望任何人靠近他们吗？什么？他们不希望任何人靠近他们？他们为什么不希望任何人碰他们？您真的注意到他们不想让任何人碰他们吗？这可真是奇怪。啊，您承认了，总算承认了。而且他们还倒着走。倒着走？您注意到我们的经理们倒着走了吗？我以为只有螃蟹才倒着走。别笑了，加布里埃尔，别笑了。我没笑，加布里埃尔抗议道，他比教皇还要严肃。求求您，加布里埃尔，您能解释一下吗？您是管理层的密友，为什么在花园那场戏的幕间休息时，在休息厅里，
当我伸出手走向理查德先生时，我听到蒙沙曼先生急匆匆的低声对我说：“走开，走开，而且千万别碰经理先生。”难道我身上有瘟疫吗？难以置信。过了一会儿，当博尔德里大使也走向理查德先生时，您没看见蒙沙曼先生挡在中间，并喊道：“大使先生，我求您了，别碰经理先生。”嘛，真让人费解。那理查德当时在做什么？他在做什么？您看得很清楚，他转过身，朝前面行礼，而他面前并没有人，然后他倒着退开了，倒着走。而蒙沙曼在理查德身后也转过了身，也就是说，他在理查德身后迅速地转了个半圈，然后也倒着退开了。他们就这样一直倒着走到了行政楼梯，倒着走。总之，如果他们没疯，您就给我解释一下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也许他们在排练芭蕾舞步，加布里埃尔毫无把握地说道。秘书雷米对在如此戏剧性的时刻开这种粗俗的玩笑感到受了侮辱，他皱起眉头，咬着嘴唇，凑到加布里埃尔耳边说：“别装蒜了，加布里埃尔，这里发生的事情，责任可能会落在你和梅西耶身上。”什么事？加布里埃尔问道。今晚突然失踪的不仅仅是克里斯蒂娜达埃。啊，呸！为什么啊？呸！的，您能告诉我为什么刚才吉里妈妈下楼到大厅时，梅西耶会抓住她的手，急匆匆地把她带走吗？哦，加布里埃尔惊呼道，我没注意到。您注意的可清楚了，您一直跟着梅西耶和吉里妈妈到了梅西耶的办公室，从那以后，人们只看见您和梅西耶，再也没有看见吉里妈妈了。您以为我们把她吃了吗？不，但是你们把她锁在办公室里了。当人们经过办公室门前时，知道听到什么吗？听到的是这样的话：“哎呀，你们这些强盗！哎呀，你们这些强盗！”就在这番奇特对话的当口，梅西耶满头大汗地跑了过来。好吧，他压低声音说，真是难以置信。我对他们喊道：“情况很严重，开门。”我听到了脚步声，门开了，蒙沙曼出现了，他脸色非常苍白。他问我：“您想要什么？”克里斯蒂娜·达埃被绑架了，我回答。你们知道他怎么回答我的吗？对他来说更好。然后他又关上了门，把这个东西塞到了我手里。梅西耶张开手，雷米和加布里埃尔看着。安全别针，雷米惊呼道。真奇怪，真奇怪，加布里埃尔低声说，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突然，一个声音让他们三个人都转过身。请原谅，先生们，你们能告诉我克里斯蒂娜达埃在哪里吗？如果他们没有看到一张如此沮丧的脸，这样一个问题无疑会让他们放声大笑，但此刻那张脸立刻激起了他们的同情。来人是沙尼子爵拉乌尔。